金戈鐵馬，關山萬里，風起雲湧，亦真亦幻。呢個係著名編劇張坦先生筆下嘅武俠世界。喺歷史系畢業，1991年發表佢第一部電影作品，去到而家依然活躍喺香港電影圈嘅第一線。劇本一劇之本。當然嗰陣時我哋始終一路香港嘅電影創作都非常自由嘅，但係其實始終我哋香港電影係一個叫做商業行先嘅，可以咁講。大部分我哋編劇寫嘅劇本都係命題作文，即係話監製也好，導演也好，佢已經有一個題目或者想拍一個乜嘢嘅故仔，佢有一個首先有咗個 idea， 有咗個 concept， 然之後就會揾一啲譬如話佢覺得適合寫呢個類型嘅，或者適合同你合作開有默契嘅編劇，咁我哋就通常就會被召喚到就話，喂，我有個咁嘅故仔，譬如阿林嶺東先生話，我想搞一個警匪片，咁其實佢基本上已經有一個雛形㗎啦。好多時候，因為始終香港嘅電影咧，更多係導演主導或者係叫做監製主導咁所以就話佢哋已經有咗一個題目，然之後就揾佢哋覺得合適同埋啱合作嘅編劇嚟做。張坦老師都係一個我好尊敬嘅前輩嚟㗎。咁香港電影80、90年代咧，商業同埋娛樂係兩大宗旨嚟嘅。咁張坦老師咧總結經驗，形成自己獨一無二嘅風格，咁成為咗當時無數人武俠夢嘅締造者。咁我自己當然就係喺嗰個年代，由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後期呢10年裏邊，香港嘅電影一路咧就比較多嘅可以咁講功夫武俠然後帶有一啲喜感嘅成分，咁好似話黃飛鴻啊、新龍門客棧啊、東方不敗啊咁等等呢啲啦。確實就係好正常。當你呢個編劇或者呢個導演寫咗一個題材佢賣座嘅時候，咁其他嘅片商或者老闆咧，好自然就會咬住你，即係叫你繼續喺呢一個類型呢個題材裏面咧繼續再做。咁呢個係一個商業製作嘅大趨勢咯，必然咯。咁你話好定唔好咧？咁凡事一定有佢嘅好處，亦都有佢嘅壞處嘅。咁但係喺嗰個年頭嚟講就話商業掛帥，娛樂至上呢8個字就係香港電影嘅本質。咁我哋基本上都係遵循住呢一個信條嚟去做我哋嘅劇本創作嘅。張坦嘅作品質素非常高，佢曾經同徐克、陳凱歌導演多次合作，亦都係徐克嘅御用編劇之一。佢寫過嘅《倩女幽魂》、《新少林寺》等等嘅電影票房達到9億，所以佢有9億編劇之稱。80、90年代嚟講，一路都跟住徐克導演喺電影工作室，我哋就已經係一路都有一個固定嘅，譬如一年工作室起碼開6部到8部戲，咁基本上有一半以上都係我有份參與，咁同時再會有一啲導演會喺外邊即係做一啲所謂兼職或者係啲咁嘅秘撈咁所以同時間就係寫好幾個劇本，呢樣大概係維持咗好幾年㗎啦。應該咁講就話係電影嗰個行業嘅蓬勃造成呢一種咁嘅風氣啦咁然後佢點樣分配嘅時間？老實講就好似擠牙膏咁嘅啫一嚟去到嗰個會議室，去到公司坐低唔夠5分鐘就開波㗎啦就好似話齋就係即係擠牙膏咁樣，有幾多擠幾多㗎啦可能呢度傾過2、3個鐘頭之後，我唔就要即刻要飛的士咧，就要去下一間電影公司就繼續砌。咁但係好多時幾搞笑㗎呢頭可能同呢個導演喺呢間公司開會，跟住隔咗另一個會之後，可能搞3個鐘頭，到夜晚黑去另外一間電影公司嘅時候，其實又係碰到嗰個導演或者嗰個動作指導或者係嗰個美術，即係其實就係話好多時大家都同時接嗰2、3部戲，可能都會撞埋一齊嘅。咁當然大家就心裏有數啦，唔會互相踢爆嘅，互相打掩護啦，呢樣嘢係好正常㗎，係咪啊？我2013年做編劇入行，咁到而家都有10年啦。咁中間寫過幾套電影啦。其實我成日都諗緊點樣可以令到個劇本更加吸引，點樣可以做一個更加出色嘅編劇。咁相信聽完張坦老師講呢番説話咧，可以令到同樣感到迷茫嘅編劇朋友有所得着嘅。我認為任何一個電影嘅創作咧，無論邊一個地區嘅觀眾或者導演，首先我認為佢哋嘅要求係希望睇到一個好睇嘅故事，呢個故事係要有趣嘅，有娛樂性。然後當然喺呢個有趣同有娛樂性嘅基礎之上，一定係希望做到有一種真情實感，可以同觀眾有共情同埋有共振。我認為呢個係放諸五湖四海咧，所有嘅導演同埋呢一個觀眾都係有一個共同嘅
渴望對電影劇本呢嚟講。張太先生喺2000年將陣地轉移內地，咁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年代，喺創作上又有咩變化呢？如果你真係要話到嗰個區別，咁第一，我認為首先係反而唔係地域上嘅區別，我認為時間上嘅區別，即係話導演也好，觀眾也好，80年代、90年代到今日2020年，隨住個世代嘅變化，各方面嘅思潮啊，嘅變動啊，大家會對嗰個電影會有更加應該咁講，更加多一啲所謂叫文學性上邊嘅訴求嚇，就係希望能夠有言之有物嘅東西，能夠可以令到你觸碰到一種生活裏邊㗎，或者係生命裏邊嘅一啲嘅柔軟嘅地方嚇，咁能夠喺一個快樂愉快嘅觀影之外，再會有一種叫做可以講叫心靈上邊嘅一種洗滌。正如張歎老師所講，喺嗰個年代，武俠片、功夫片係主流嚟嘅。咁喺咁樣嘅大環境之下咧，好多優質嘅演員層出不窮，其中包括龍虎武師出身嘅莊葛、姜大衛先生。佢憑住《13太保》、《貓頭鷹》、《飛刀》、《又見飛刀》等等電影嘅精彩演出，成為萬千少女嘅夢中情郎，包括我。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啊嘛，啊，其實嗰陣時香港嘅電影咧係可以講係全世界都識嘅，尤其是武俠片。點解咧？我就覺得因為好多地方唔識拍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武俠片。當然啊，只有我哋香港人識拍，香港導演識拍，香港演員識做，外國人佢哋唔識嘅。任何地方佢哋唔識中國嘅武俠片。所以我哋當年我哋嘅武俠片咧可以走勻全世界，邵氏公司將我哋嘅武俠片發行到全世界任何個角落頭都有嗱，所以當年我哋嘅電影係非常之可以講係好勁。正如莊葛所講，令到武俠片喺全球掀起功夫熱潮嘅功臣就係邵氏公司。嗱，其實我哋嗰陣時拍戲咧，同而家比當然冇得比啦，即係講製作嚟講。但係我哋喺香港咁細嘅地方，我哋邵氏公司咧就有自己嘅片廠，有街道，有各方面，係好多係拍古裝片嘅元素啊，即係有晒喺度嘅。咁啊，唔需要去外求嘅。當然除咗有啲外景啦，嗰陣時啲古洞啊，各方面金錢村啊都可以拍武俠片嘅。咁啊，而家當然唔得啦。咁啊，嗰陣時我哋邵氏公司入邊乜嘢都有嗱，即係所有都係一家人。even 攝影啊、燈光啊、服裝啊各方面，全部都係一家人，全部簽合約嘅。演員啊，仲有宿舍住啊，有餐廳啊，有成啊，即係總之係我哋係好似一家人去拍每一部戲，即係家庭製作。再加上公司嘅發行方面啊、宣傳方面啊各方面都係當然係一等一嘅。所以可以話我哋嘅中國電影發揚光大到全世界咧，係邵氏公司邵逸夫先生嘅功勞。邵氏公司之後，更有嘉禾、新藝城等等後起之秀，令到武俠片好似雨後春筍咁樣破土而出，捧出好多大明星啊！一時之間，香港影壇百花齊放。嗰陣時啲電影可能係香港地方又細啦，人口又多啦，咁啊，但係嗰陣時嘅所謂嘅娛樂地方就唔係好多啦。咁啊，唯一嘅娛樂就係多數係睇電影啦，所以咧電影嘅需求係好大嘅。咁再加上我哋香港人咧，係非常之聰明，同埋亦都係對於電影嘅知識咧係可以話係好了解嚇。咁啊，亦都知道觀眾需要乜嘢，觀眾中意睇乜，所以咧嗰陣時咧亦都
開咗好多，即係除咗邵氏公司啦，有嘉禾公司啦，後期亦都有新藝城啊，各方面有好多新公司出咗嚟啦。當然佢哋每一個新公司出嚟嘅咧，都係有佢哋新嘅諗法。就算嘉禾公司拍嘅嘢咧，都已經可以講係比邵氏公司好啦，即係已經有改變啦。咁啊，後期新藝城公司佢哋嘅拍嘅嘢出嚟咧，叻過嘉禾公司啦。即係呢一個一代一代一定係咁。而我哋唔好話片就好啦，成龍嗰陣時啲戲啦，李小龍啲戲啦，新藝城嗰段時間麥嘉佢哋一紮嗰啲戲啦，咁啊到後期而家劉德華、梁朝偉，即係佢哋呢一紮，我哋每一個階段都有精品，都有好嘅電影。我記得崔生曾經講過，午夜場代表試水溫，如果能夠令到百幾人甚至千幾人嘅座位都滿座嘅話咧，就係代表對嗰套戲嘅認可。所以啊，電影上畫之後，每個禮拜六嘅午夜場就係大家最期待嘅時候啊！嗱，我哋而家傾嘅咧就可以傾下，我哋以前咧個電影咧幾好玩嘅，尤其是我哋嗰陣時喺邵氏公司咧，我頭先講啦，我哋一家人拍戲啊。我哋拍武俠片啊，雖然好辛苦，但係每一部戲拍完出嚟咧，我哋最期待一樣嘢係咩嘢咧？就係去睇午夜場。午夜場咧，講當年咧，真係一個好好嘅節目嚟㗎。咁啊，好多觀眾啊、朋友啊，都希望期待緊禮拜六。咁啊，睇午夜場真係人山人海，部戲如果係好睇嘅話咧。哇！啲觀眾真係多到咧，嗰陣時即係我哋做演員都會開心㗎。我諗大家啲觀眾都追過，哇！呢部戲原來午夜場咁多人睇㗎，幾好睇喎！咁就跟住去正場去睇戲㗎啦。咁啊，以前咧戲院係大間啦，點解會人多？你哋亦都有前座啊、中座啊、後座啊、超等啊、樓上啲飛啊。咁啊，我記得以前霹靂宮間戲院好似成一千人咁多。咁啊，普通啲戲院都成幾百人嘅，所以每一部戲散場出嚟嗰個感覺係好開心嘅。呢部戲好唔好睇咧？你睇啲觀眾行出嚟個樣你就知㗎啦。入場嗰陣時，哇！有啲人排隊買飛啊、炒黃牛啊，嗰陣時嗰啲感覺就係嗰陣時我電影係最紅嗰段時間。其實嗰陣時我拍好多啦，武俠片嚟講，即係到而家都仲希望能夠。好似我哋以前咁拍咧，就譬如講騎馬啊、打啊、大場面嘅打法啊，一個打幾廿個啊，或者幾廿個人打一個啊，即係嗰啲感覺。以前係覺得拍完係覺得幾辛苦，但係當時拍嗰陣時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人多、製作多、有競爭。呢部戲如果同另外一部武俠片，佢哋嘅打法同我哋嘅打法，佢哋點樣打法，我哋希望好過佢，或者佢哋希望好過我哋。嗰陣時嗰個競爭係即係幾好玩嘅。當然我哋唔會話真係去同你比啦，但係下意識入邊都有個比嘅心態，咁樣先至我覺得係對電影嚟講係有啲幫助。即係以我嚟講咧，我就希望我呢部武俠片拍出嚟同上一部武俠片唔一樣，就算當然打法冇乜大改㗎啦，除非好似忽然間改咗成龍嗰啲喜劇，即係動作喜劇，收尾變咗李小龍嗰種勁嗰種快，收尾變咗洪金寶嗰啲哇實牙實齒啊，咁啊而家甄子丹嗰種表演式嘅即係好靚嗰隻唔同嘅，但係我哋嗰陣時真係咦？嗰部戲，我上一部戲係咁樣拍過，呢部戲盡量唔好一樣，所以係幾好玩㗎。前期有編劇構思故事，中期有演員落力演出，咁導演啦、美術啦同埋攝影一齊合作。咁到咗後期咧，就係剪接師點樣將一套電影剪接出嚟啦。佢哋點樣篩選啲素材咧？我哋不如有請資深嘅剪接師潘虹先生同埋蔣國權先生同我哋傾下。所謂剪接咧，喺早期嚟講咧，就係話係導演拍埋翻嚟嘅菲林，即係有底片、有聲片、有字嘅咧。咁我哋將佢一個個 shot 接埋佢，剪咗啲唔要嘅嘢，
要咧留翻啲有用嘅嘢，我哋將佢駁埋佢、接埋佢，所謂之叫剪接。所以以前咧，我爸爸嗰段時間咧就係技術多於一切，主要係將個駁口駁得好靚，過機嗰陣時唔會斬一斬。於是呢個係技術性。將場口順暢連貫係剪接師嘅第一步。要加強嘅話，就要深入了解劇本，強化導演想表達嘅嘢。咁啊，去到後期啦，啲導演有要求，點樣可以令到剪接方面將佢拍翻嚟嘅嘢更加多啲用咧？好似早期用嘅咧，2個長鏡頭，我哋將佢分用，將佢個反應拖長咗，咁令到個畫面靚啲，或者係將嗰個鏡頭調轉嚟用。咁呢啲開始有呢個剪輯嘅做法，就係 editor， 所以 film editor 就咁樣嚟嘅。咁於是咧，有好多時候咧，導演拍翻嚟一樣嘢，我哋將佢稍微改變咗之後咧，能夠更加突出導演想諗嘅嘢咧，咁我哋就係咁樣嚟幫咗導演，係導演嘅即係隻手就咁解啫。有亞洲影壇金教剪之稱嘅清哥，佢合作過超過60個導演，剪過超過200套戲啊！佢入行嘅時候係黑白菲林嘅年代啦，咁嗰時啲轉場特效咧，全部都冇電腦嘅，係要靠人手嘅，要用好傳統嘅工藝咁樣小心去處理㗎。譬如做嗰啲飛煙飛鈎啊，都係用我哋手嚟做嘅。一盤嗰啲生挨水，一盤清水，一盤就嗰啲梳打水。咁啊，師傅畫好咗呢個做3尺嘅，咁啊3尺嗰度畫好啦。我唔做嗰度話膠底封住佢，唔好整塞佢。咁啊，逐生挨嗰度逐下生。好有技術啊！跟住過清水，清水過要過定影啊，梳打定影。咁啊好啦，一睇 OK 啦。咁啊就呢個就菲林時代。菲林黑白菲林時代都係我哋做嘅啦。由菲林時代到數碼時代，剪接師有更大嘅自由度，更多嘅發揮空間。不如我哋聽下獲得金像獎最佳剪接嘅潘虹師生同我哋分享下。嗰個自由度就冇後面數碼咁好啦。點解咧？因為嗰時要慳菲林咧，咁啊導演咧通常咧就已經喺個腦度已經分咗鏡頭，佢拍翻嚟已經照佢分咗鏡頭嘅嘢做法嘅。咁佢會係135先跳拍，反翻過嚟246。咁我哋咪跟住佢1、2、3、4嘅順序接不接埋。咁要變化嘅嘢唔係冇，但係咧唔係太多嚇。但係去到而家後期嗰個數碼咧，因為拍翻嚟材料多咗啦，有時起碼2部機拍或者4部機拍。於是乎咧，我哋有嘅 shot 咧，佢有 wide shot， 有中鏡，有特寫。咁我哋會覺得邊個時候適宜用呢個鏡頭咧，咁就可以好多選擇。咁啊做法都會變咗多咗唔同。我哋係尊重導演意見，咁我哋剪出嚟俾佢參考。如果佢覺得好用你嘅，你梗係開心啦。如果唔係，佢用翻佢一個，我哋都一樣會，最後都係以導演為準。所以點解話剪接係第3創作，就係話當佢拍翻嚟嘅嘢唔同佢當初劇本或者佢嘅構想一樣嘅時候咧，咁我哋係咪可以諗辦法令佢改一種做法咧？咁呢個係剪接嘅做法。話幾時幾日邊度正傳，幾時有得做。咁啊，因為嗰套嘢我剪嘅，咁啊我就記住呢個日子我就睇啦，我就再睇一睇，感覺就唔同咗噶啦。哇！我呢度應該剪緊啲啊，呢度可以剪啲啊，即係節奏已經唔同咗啦。呢個年代咧，跟節奏又唔同咗啦。你而家睇翻以前剪嘅，咦？點解呢度唔剪緊啲啊？呢度唔剪啲啊？即係有呢個感覺啊！剪接師需要考慮大眾嘅審美傾向，係中意緩慢有條理嘅敘事模式，定係喜歡快速緊張刺激嘅節奏風格，又或者係情節製造懸念，呢一啲都係剪接師因應觀眾嘅口味嚟調節㗎。因為每個時代個觀眾會唔同，60年代啲觀眾咧比較要好清楚知道個劇情點樣發展，於是雖然個 tempo 慢啲，但係佢哋接受。咁你去到70年代、80年代，啲後生出嚟咧，會覺得又係呢啲嘅，我都估到個劇情點嘅咯喎，咁仲要再做一次，咁於是乎咧就多咗啲叫針接啦，即係跳接。一跳接嘅時候咧，就會令到有啲嘢咧係 miss 咗嘅，因為佢哋觀眾已經知道我都係咁樣做嘅啦。咁於是乎可以唔使拍一啲，咁令到個節奏更加快。所以每個時代係做法唔同。咁好多時候導演拍嘅嘢咧，佢哋都係好想盡量保留到嘅。咁我哋作為一個剪接就係話，如果嗰場戲係好嘅，
將佢強調咗出嚟。嗰場戲唔係咁好，但係都唔係太傷脾胃嘅咧，我哋都盡量保留翻導演個原意，等佢有得睇到啊，我有嘢喺度。但係如果嗰場戲好似 cancer 咁，你留喺度咧，係好會影響成個戲嘅咧，我哋就係點樣拗都會同你剪咗佢嘅。如果唔係會影響到佢。通常如果唔係影響個戲嘅咧，我哋都盡量保留。咁呢個就剪接嘅做法。其中我都試過秋天童話，張婉婷導演嘅。咁其中一場戲，周潤發咧去打交啊，幫人出頭啊。咁張婉婷佢話呢場戲拍得唔好，我想唔要。我話唔得喎，你冇咗呢場戲，冇咗突出戲嘅性格出嚟喎。都戲都肯接受嗰個，戲都加翻，即係用少啲。已經話換咗，如果你主觀太強嘅，你咪冇咗呢場戲咯。係咪先？你都解釋俾你知，你冇咗呢場戲，突唔出你嘅性格出嚟嘅，係咪先？加翻。因為咧，作為一個導演咧，佢好想有佢自己嘅品牌，有佢嘅風格。但係作為一個剪接咧，我哋就要跳出去，由嗰個第三者去睇翻一樣嘢。就好多時候，我哋會盡量由觀眾嘅角度去睇。咁觀眾中意嘅嘢，我哋就留；觀眾唔中意嘅嘢咧，我哋會盡量減，或者係令佢快脆過去，唔好停得太耐。呢個就睇翻嗰當時。好，所以清師傅話當時午夜場咧好緊要嘅。點解啊？午夜場就係睇到觀眾即時中意邊啲嘢，邊啲嘢唔中意，好直接嘅，好直接嘅。剪接師既係第三創作者，亦都係第一批觀眾。佢要將電影嘅情緒、氣氛展現出嚟，亦都要將畫面變得生動迷人。由妙筆生花到妙手操刀，唔經唔覺，我哋好似跟住咁多位電影前輩一齊見證咗一套電影嘅誕生。電影係 teamwork，但係有一啲崗位，我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下一集我哋會由電影配樂做起點，聽更多業內人士講下佢哋嘅電影人生。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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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電影人。